我其实已经开始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忘掉他的菜嘛，好，可以，对吧？而且你又是上镜头的老手。OK， 可以，没问题。好的，Dr. Lin， 我们是第一次认识嘛，但刚刚简单的交流，我觉得一点陌生感都没有。太好了，可能是因为你丈夫 follow 我了。也是，他叫我们全体都 follow 你了，他特别喜欢你的教育理念，还是你分享的东西，这我觉得挺好的。我其实刚听他介绍你的时候，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击中我了，我特别想要采访你，就是想了解一下叫大马女人。哇，好像我代表大马们没来，就是你想通过我的一些分享去了解吗？对，我想从一个大马的女性身上了解你的一切，因为你作为一个大马女性，那是有很多人的，可能700万华人中有300多万是大马的女性，但是作为一个大马女性，接受很好的教育，我相信你肯定也是有某一刻突然立志说我要从事儿童的教育的，你想要去创业，做一个自己的事业，再取得现在的这些成功，我觉得又都是比较特殊的。那如果我告诉你，其实都不是从于我这一边的，是因为那时候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他是我的伯乐，应该是这么说。那也因为他让我喜欢上教育。这说法真的很怪，我觉得很难转播完了，因为我看你的 Facebook 也是什么前男友7年。是的，好，那也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嘛。我想首先，如果你想到一个形容词，或者最多不超过3个来形容大马的女性，你会想到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啊，因为我不能由我来概括大马的女性。为什么？因为大马的女性就是多姿多彩。那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啊。好吧，就是这一块，真的是多姿多彩从他们的背景因为3大种族嘛，也有其他不同的，所以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文化、原生家庭的理念，所以我觉得真的多姿多彩。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好啊。那我们后面就看看聊到的你的这些经验经历的挫败、成功，会不会和多姿多彩？蛮多颜色的。那我首先要知道啊，从你求学，你读书，等到毕业开始工作，这一段是什么颜色的呢？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的背景，我爸是一位教师，对，我妈就是就 manager 了，她时常跑，不在家，professionals， 对，不在家，她时常都在外面。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对我们的期望，其实我说高不高，低不低，口中说不高，但是心中就有要求那一种。那身为长女，我觉得就无形中就担起了这个责任，做好一个榜样。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在阅读方面或者是学业方面都需要做好自己。往往的那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可以考好成绩，我是爸妈的骄傲。对，你这说法在中国我其实也会经常听到你有几个 sibling 啊？我最大嘛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对，就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我看回去，其实都有一定的包袱感对，蛮重的。会不会觉得平时都是你在和别人咨询这样问的过程，今天换我？那我觉得今天感觉也特好了，有机会给我反思。我也感觉特好，我有机会去问一个专门做教育分享 professional 我还变成 interviewer 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好，那我们接着来你的父母和家庭在那一段给到你的一些影响是什么呢？他们是厉的真的很严厉。我严厉到那个程度，我还记得当初当我爸放工回来开铁门，我们3个就会躲起来，紧张了哟。对，好紧张，非常的紧张。他回来了，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了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是你可以想象那种焦虑感是蛮重的，尽我们所能不让他们去担心我们，尽我们的所能不让他们去有机会去说我们的不是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因为这样子，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很多人就因为父母很严厉我的观察是它会影响到他们的一种自信的建立。因为我的前女友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OK
他对你的成长经验和你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影响吗？亲子关系，我觉得亲子关系他们是高高在上的。我们3个就兄弟姐妹嘛，就很时常就视我爸为秦始皇，就好像他说1，我们不敢说1.111，不可以，对，不可以，那一种战战兢兢的一种关系啊。对，我妈就是我爸都扮演这一个角色，他不需要了，这样子。那如果说谈心的话，还是属于那种关系，没说怎么去谈心，有都是我们自己弟妹去说诉求这样子，非常有这种泾渭分明的感觉，是父亲之父，非常威严的父权。是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哭得噼里啪啦，就跟自己说，如果他们不是我爸妈就好了，因为那时候12岁，我要去我朋友生日，他们就不给，非常坚持的不给。我记得我直到去学院念书，我也不可以去生日派对，对，就是那么的严厉，感觉非常委屈，非常。他会不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事业，去创造一个事业呢？我从来没有要创立事业，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如果不是他，OK， 他你知道是谁了哈？他的鼓励或者是他的这一种爱，我觉得我不会踏上这一条路，中规中矩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是非常难受的，说实话是非常的难受，因为在一个心理状态完全是非常多的小声音，你不可以的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这样子，你的前程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对，因为对我来说，我需要很笃定一样东西是我可以掌控在手里。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成绩都很好，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要的，那我就笃定，我就去做就对了。这个也是爸妈看着会开心的一样东西所以就会就成长过程中都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逐渐的。发现我在教育生涯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孩子的心情更好的一种同理心了。是，当他们来倾诉跟他们父母的一些关系的时候，我特别心疼，因为这种感觉我自己也有，而且是非常深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孩子们都喜欢跟我聊天。我听你讲那些是小声音的时候，我就马上有一个画面，就好像那些现在已经是能够被你掌控的，他们好像已经变成一个玻璃球被你封存起来，就像 Inside Out 的样子，被你已经扔出去了，或者说在你一个可以管控的一个地方。那段经验，你觉得我们还是用颜色的话，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颜色？我觉得那个颜色被放了还是还没被放现在我用阴阳来说吧，我用阴阳来说，其实每一个白区总有那一个黑点，我们去看到，而它就是让我们长智慧的机会。那在一个黑区，就可能我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是逆流的时候，其实它也有那一个白点，让我们看到自己。或者是看到自己的一个强项和用处，走出逆流。对，那为什么我不会用彩色？如果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用彩色呢？我觉得彩色都是由我们去定义。是的，是吧？红黄蓝青都是由我们去定义，而反而在这种黑白对立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对。那你后面如果再问你一些球的颜色，你不会都是黑白的吗？对。那就要去可能从事情上吧，比如我我在创业的时候，什么球都有。比如说红色就是非常多情绪在那一边的。OK， 这个红为什么用红色呢？因为就是 red hat， red 我们有 17 king hats，OK， 就是 from Edward Bruno 的17 king hats，red 就是 emotion， 它就有好多的 emotion 在里面。它有很多 blue hat， 因为真的好多的行动起起落落，要采取行动，所以凡是采取行动的都是 blue hat 在里面。green hat， 一般我没有绿 hat 的，因为我不戴绿帽，我就给他戴了。给他戴的意思就是他有很多 idea， 对，他有很多 idea，green hat 就是 idea， 他还倒吸了一口冷气。对，就有很多 green hat，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些球让我去在我的 memory bank 有的。对，正好就说到你后来和先生一起去创造自己的事业。你是一开始毕业以后就有做工，你们俩再去创建这个事业呢，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就突然觉得你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去了英国念了大学，那时候 student exchange 就被赞助过去的，就回来跟那时候的男朋友分享说，其实那一边真的挺好的，但我就发现我们的亚洲朋友他们都好勤劳啊，他们都很用心啊。但我看我的这些 Western 朋友，好像就读书这样子，就是很 chill、relax。那来到我们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或者是 thesis 的时候，他们就是可以侃侃而谈的，就是这样子 present， 我就 first class 啊，second up 啊，反正我就亚洲朋友，因为 presentation 没有做得非常的好，因为这样子就拿不到 first class，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也应该去学习表达自己，这非常的重要的。那时候其实我是修读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对 accounting and finance 是 first class degree honor，他就跟我说，不如我们做这一块的东西吧，做 training。做教育这一块的要吗？我很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毕业，已经是有公司就是有 offer letter 了 ，OK， 尤其是 Big Four 还赞助我继续修读 ACCA 的那一个，就 turn down 他们，就 turn down 这些 offer。我就那时候跟你讲，我 turn down 的时候就。我是不是做错决定？真的是 OK 吗？但是爱情又盲目了一些，好吧。那我就做了这个决定，你懂吗？也就这样子，所以我没有打过工。其实我觉得非常好。那我们讲，在这个多彩的创业的一个阶段，你作为一个女性，也是在管理你们这个公司和产品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困难吗？OK， 我觉得在教育最困难的，真的不是孩子。孩子虽然是他们，我们的 direct customer， 对 direct student， 但他们真的完全不是我们最难搞的一块。反而我觉得教他们并不难，而是背后的 support system， 也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的父母，对，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他们来中心，一个星期来一次，跟他们交谈啊、对话啊，赋予他们一些的智能啊。他们都可以学得挺好的，但回到了环境过后呢，又好像打回了原形所以我觉得需要蛮多的力气是去引导家长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对，这个是最 challenging 的。而且10多年前在提倡这个什么自信演说，在大马那时候很多家长还是觉得补习比较重要来到考试的时候这个可以先不学了，或者是有大考来了这个可以暂停了或者是种种孩子如果是成绩不好，他们就会放掉这个课就去加补习班，对，这是那当初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可能父母觉得这些是额外的东西，但我觉得自信这一块其实它是人生很必备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对，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你和客户的在辅导他们过程中的一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呢？OK， 因为我本身不是辅导员，所以一般父母跟我一起交谈，我们都会以这种比较谈心的方式，对，谈心的方式，他就会跟我说孩子的状况啊。那我觉得难度是在于怎么去让家长了解孩子当中也可以意识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使到孩子可以发挥他最大的潜能。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当我跟妈妈聊天的时候，她讲到她丈夫，她讲到她爸妈，她讲到她以前小时候，我那时候这是我第一个案例，怎么讲到他原生家庭了过后，他好像开了，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了。明白你意思，他自己探索到这些锁起来的铁门打开以后，他发现可能问题点在那里嘛？对，当他看到那一点过后，也看到这个影子，其实他放在了孩子身上，也无形造成一些对自己的压力。他那时是不知道的。他看到了这一点过后，一切都通了。他就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跟孩子聊天啊，要怎么跟我们合作呀，这就容易多了。也因为有那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第四，我就会引导他们来。另外一半他就难怪再去原来就变了，整个家庭环境就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进展了。当你和这些客户像朋友一样这样沟通以后，对你的造成的感受，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2种感受。
非常的坦白，一种感受就是兴奋，因为他们看到；第二种感受就是好烦，因为你好像看不到。那些看不到的，他们需要蛮多次的历史重演。OK， 就可能同一件事情，他也许看不到。那孩子可能爆发再爆发，他们就好像看到东西了。所以为什么说历史重演，需要给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去看到真相。讲到这里，可不可以你也 promote 一下，讲一讲你们公司主要的做的是一些什么吗？你比较希望看到的来找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很重要，就对别人了解你。我觉得就这2个词吧，parents first。OK。对，我们就一代传一代，那我们要传承什么呢？而孩子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嘛，不是学校的老师。他睁开眼睛，他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看到医生和护士之外，就是我们啦。是的。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来自于 parents first。当家长他们本身有这个意识，愿意的去觉察自己，我相信在育儿路上是可以挺轻松的。但还是想要了解你们2个人在经营公司当中碰到比较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其实说实话对他来讲真的没什么困难的。他天塌下来就是可以没事对他而言每一个问题都一定有解决方案。每一个问题其实它都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要去做适当的动作就 OK 了。那我本身就是比较内耗的人，OK， 所以对我来讲个个都是问题。我们讲叫 E 人嘛。对，是的。所以我们2个的性格其实是天渊之别的，还有思维模式也是很大不一样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看到他我会很生气。为什么我会很生气？我说这是问题来的，他说他就觉得不是问题，做就对啦，解决就对啦。我就这个很有效，我要追问你能不能讲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怎么这些家长就不去认同自信演说的重要性，他们觉得重要，但是他们来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一定会放弃这一个班。对，我就很懊恼。比如这个问题了，我就会跟他商谈这一块，就说就继续提倡呗，这个是新东西吗？最讨厌他说的那几句，你去做补习中心你去做翻地嘛，是吧？对，既然这一个是家长要的东西，那你去做啊。你是一个全 A 的学生啊 ，First Class 一定会有人来跟你补习的。我就堵着那个气我说我不要，我就又有点爱黏就不要，我就继续做。但做的当中又有一些问题，又会回来那你就去做补习中心吧。所以我不是说补习中心不好，他就会认为说，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强项，那你去做呗，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那一种。我说我不需要你的支持，我需要你的解决方案。就继续做啊。对，就这种无奈感呢，就觉得你好像好不给力的那一种。但是从中整个过程，它让我看到，其实真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可以不是问题，只是我们换个思维去思考，或者是装备一些的武器，或者是能力，其实我们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这个路程其实教会了我好多，就不是我以前读书这样子 spoon feeding， 有课本考试 input 什么我就肯定 output 什么 input 什么我就肯定可以90分100分，但人生不是这样子的。对，对，他就不给我答案那一种，就我的另外一半完全不给我答案的，他就是引导型的，最讨厌就是引导型给我答案啊，苏格拉底式的是，但真的，其实回顾过去，我觉得这10年20年，我真的因为他的苏格迪拉对他成长很多，我本身成长很多。那外界对你们俩一起经营，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公司主要说是你的 image， 或者主要是先生他有他的 idea， 会怎样来看待你们的合作呢？家人朋友，我很记得我前10年的时候，我爸妈都一直以为
他们都认为我是听180%，另外一半什么都不要参与的那种，因为我在前锋嘛。他更是幕后嘛。对对对，我在前锋，或者是有一些甚至不知道他是跟我一起做的，就好像我们吃饭啊，或者是聚会啊，去介绍的时候，他们说原来我另外一半是在做幕后参与的，所以在可能 public 来说，都会觉得我是前锋的那一个但如果是说 planning 啊 strategy 或者是总之的这一些啊，都是他持我蛮多的一块，对可能那时候我都会有那一种，他其实蛮对立的。对立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会觉得我很独立 ，OK， 但背后是我会好多焦虑。因为一体两面都有，对对对，不确定，但也因为这个焦虑，让我好努力的去掩饰，要一直做，好像你记得 Inside Out 2那个 Rally，他一直要去证明自己，对对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经过，所以我看那一幕的时候，我是特别有感受的，我也是这样子一直在证明自己，所以我可以了解那些考试考到很棒的，或者是他们都一直在人生有不同的，我们讲 victory 的，他们一遇到挫折真的不简单他们要重启，因为没什么输过嘛，没什么遇过挫折嘛，所以我也可以同理为什么他们这些孩子或者是青少年一遇到可能成绩不是很好，女朋友不要他或男朋友不要他接受不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内在经历，特别的了解他们。你觉得像夫妻之间一起来创业开设一家公司是一个好的 idea 吗？我不敢说好还是不好，但我听到很多身边都说不好。为什么还会有说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好多的摩擦，而且是上班又看到，家里又看到，有了孩子又是你，可能很多时候就会角色无法的分割。我记得有一次的场景，就是因为跟他在事业上有一些不合，就吵，不是说那种fighting 的那一种啦，语言上的 fighting，就不爽就对了，我们就这样子。那会影响到生活，就反而就那一幕，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吵了过后，就是不爽过后呢，很快的 within 10分钟孩子就进来了，妈咪 daddy， 我们两个就没事了。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角色分割的非常的明显，同事是同事，夫妻是夫妻，孩子的爸妈是孩子的爸妈，我们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可以变得更 professional。怎么说？就好像我们当医生，如果这个家属是我的 patient 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不可以去动手术，因为of course 有些医院他们是 allowed 的，那他真的是很考验一个人的 professionalism， 怎么可以在这一个角色扮演你一定要的这一个岗位。你觉得同样两个人，他们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职场当中，女生可以获得的优势和劣势会是怎样的？尤其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现在他们有新的制度，说有 3 months 那个 maternity leave，然后有很多公司就不太愿意去聘请女生。某种是一种 discrimination， 当然，某种程度上，对。那当然，其实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制度或者是新的 policy， 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一家公司也可以去接纳这一块，in return 或妈咪或者是那个女性也是很 appreciative 的，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那如果你讲优势呢，在 customer service 特别好了，我觉得现在好多的 occupation 都比较喜欢聘请女生。反而是这样。是，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个 policy， 会让他们让 HR11 去盘算对，去盘算这一块。但因为他们会觉得女生比较细腻，而且是可以去容易同理他人，所以无论是在 HR、Customer Service 或者是 Managerial Level， 他们都很 OK 的是，对，因为女生，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女生她们 multitasking 是不错的，但当然这个也要看他们的另外一半
支不支持，可能有些他会是属于比较大男人，希望他们的另外一半在家看过孩子，对，所以如果有身边家庭里面的另外一半也可以去接受或者只是配合的话，其实都 OK 啊，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OK，接受度还蛮高的。我其实从和你沟通的经验来看哈，我觉得你就有很明显的一些作为女性的特征啊，你的感知能力很强，你可以很细腻的捕捉到情绪啊反应，而且你给到的回答我觉得都是比较 creative 的。比方说我让你说一个颜色，你一定不会只说一种颜色，要不就是很多种颜色，要不就是多姿多彩嘛。对啊，多姿多彩。这就是好像显化的多姿多彩的是吧？当然后面一个随人啊，就比如说你跟你先生搭配，看得出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比较深思熟虑的，你就是一个比较能够代表公司形象啊，可以非常感知很强，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对外沟通，充满了一下子就能量会提到很高的一个程度。谢谢。这样的一个人呢，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些非常独特又非常优秀的一些特质。我们在进门的时候也谈到整个像大马的一些家长。那些爸爸妈妈，他们现在看待孩子，孩子又是在比较高的学习压力之下，你们也提到说忧郁症的情况也会变得越来越多嘛。那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压力是什么呢？这些家长和孩子们，我觉得因为马来西亚它是属于一个多元种族，所以学校也分特别多种类。我们又有 home school， 又有 private school， 又有 international school， 又有 government school， 你懂吗？是吧 ？OK， 我现在你来的时候也会发现好像好多种类这样子。我觉得那种压力，当我们选择越多，压力其实相对会提升。为什么呢？因为当我选择了 A， 别人会跟你说 B 好，或者是 A 不好。当我选择 C， 又有人说 A 其实比较好，比较 stable。所以我觉得，因为多选择，就使到他们会去焦虑自己的选择决定而这样子就会使到他们会步步为营。当我们步步为营，我们就会一直会去观察孩子，他学习的 OK 吗？他的品行 OK 吗？他怎么样的状况符合到位吗？就变了，因为你去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的时候，他就无形在去学着说，我其实这一步对吗？孩子 OK 吗？不 OK， 我们换校吧。他反而更不确定。对，我可以理解啊。比如说我去 McD 的话，那就买汉堡就好了。但我到档口，我就要想到底是吃猪肉粉啊、虾面啊，还是感觉选了任何一盒一种就会错过其他。对对对，就是他们有这个fear of missing out。对 fear of missing out， 尤其真的，马来西亚太多的选择，多彩嘛，太多的选择了。所以当我们认知可能不是很多，又或者我们对孩子的属性不是很了解的话，那就可能会是导致孩子不是在他们最适合的环境中学习，那也会导致一些心理的状况啊、学习的状况啊，孩子家长就开始焦虑了。这个是给家长造成的压力更大，还是给孩子？双方可能父母就会一直盯着孩子，功课做了吗？或者不是在功课上，会给他上一大堆的兴趣班，爸妈负责做司机，拜六礼拜就忙的，透不过气来。但他们觉得，如果我只是学音乐班，我不是学芭蕾舞 OK 吗？好了，我就学音乐班、芭蕾舞，那我画画也好像挺好的，那我就学画画班，所以就会导致 fear of missing out again。对，所以就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一般都会很提倡父母带孩子去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因为这个是跟他们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接触，可以 release 他们跟大自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结合，其实是挺好的。但因为父母会觉得在班上学这一些才艺或者是艺术上技能上还来的重要，就变了孩子好像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或者是爸妈小时候的那种年代，他们都不会太有状况，因为他们可以去捕鱼啊、抓蝌蚪啊、去河流、小溪玩啊。其实这就是接触大自然，对。但现在孩子就是墙壁 cement wall。对，所以他们就更加有可能去跌入那一个忧郁的状态，或者是有了压迫感的状态。像在大马的话，是爸爸去带孩子比较多，还是妈妈会比较多呢？你懂吗？每次我做这个在中国哈，就我想80%吧，就主要是靠妈妈。那
其实这一边都是妈妈高过也会非常的高。每次我办研讨会还是什么啊，都是妈妈上课，爸爸不在啊。对，除非是说去玩，爸爸会带。又完了，对，我来吧。那如果你说学术上呢，一般是学术上妈妈负责去玩啊，去 picnic 啊，或者是比较接触大自然，爸爸会比较愿意去带。对对，可能因为爸爸的魄力比较大吧，妈妈就好，我就坐在那一边看你们玩呗。可能平时已经很累了。是，对对对，其实而且我想大马妈妈的压力也会来自于我看数据哈，大马的女性工作的从事率并不是很高的，从事可能60%多8%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所以她肯定更多的时间会用在家庭事务、教育，是的，是的这些事情上。是的，其实在近这2年吧，因为去年其实蛮有幸的，我们Parentfish 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就有专业的育儿课程嘛。其实很感动的是，这一些全职妈妈会告诉我说，我做了全职妈妈那么多年，学了这一些知识技能，有一个文凭，我觉得我有价值了。对，因为可能这些 professional， 你们还是有提供一个。对，这EverFirst 就是这个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in Parenting Education，今年是第一个毕业典礼，他们都很向往去这个毕业典礼，他们就觉得说一个身份，我一个 recognition，原来教孩子也可以 be professional。对，所以当他们跟我说这一些的感觉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觉得做家庭教育，提倡家庭教育，还可以把它认证这一条路，对，我觉得是很感动的。我听着也觉得很有价值，因为你是妈妈，是一个创业者。你给这些来参与的妈妈提供到了这样的一个 certificate， 让她从你这里的一个途径获得了一个认可。他都感觉自己在做事情更有价值了。对对对，他都有不同的身份，他觉得他在家他是孩子的闪考老师，他是孩子的心灵老师，他是孩子的情绪引导者，所以我都会给他们设立不同的角色。你不是妈妈，你不只是妈妈。很多时候我跟他们说，你结了婚过后，你有了孩子过后，好像我说我是开展的妈咪，我孩子叫开展呢，我是开展的妈咪，但我也还是以恋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会把这些身份，我觉得看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很有助于自己去反思，我到底现在在什么阶段，和谁在一起，在做一些什么。这个对我本身和对很多妈妈的情绪管理都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他知道我现在是孩子的，比如说情绪引导者，我是这一个引导者嘛，那我没理由跟你玩同样的一个情绪 ball game 嘛，对不对？对，所以那个身份，因为这样子的观点，所以他们可以更平稳的去看待孩子的情绪，再做出引导，而不是跟孩子一起闹。明白，非常棒。如果有一个因为家庭孩子教育现在她已经是有一些焦头烂额的妈妈就找到你会，她也是个女性，对不对那你会对她说一些什么呢？我如果是在 consultation 的时候呢，我会跟她先理清她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把问题一直专注在孩子。讲到另外一半，讲到家公家婆，就全部角色都讲了出来，但可能还没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有一些他们会非常的自责，为什么我孩子会变成这样子，都是我的错，我已经是去掉我的工作了，我已经当了全职妈妈，我给了我的所有的时间他了，为什么他还是这样子？所以他有2种。OK， 一种是他完全把孩子的问题归纳为自己的误事错误，都把归纳一种错误，另外一种就是只有别人没有自己，忘了自己了。对 correct， 他有这2种。所以如果是第一种的，就是别人，我会把它归位先。来，我们回来你。非常棒我觉得你都在教会我一些方法。OK， 对，当他归位了过后，他可以看清一些事物。你做了什么？我做了这个，但是都配合。回来，你不要提到别人先，回来你自己。但是从引导中，慢慢他看到了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把掌控权拿回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OK， 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对，当他拿回这个掌控权，他知道他的 What's next 更有 power 了。OK， 他更愿意的去探讨下一步要做些什么，这是第一类了哈。那第2类就是是我都是他的错，怎么办？那时候呢，我就会跟他来做感恩环节了。对，好，那来我们来看，你感恩你老公什么？你感恩你身边的什么？那看了过后，其实
其实真的还不错嘛，我的人生，我还有人support 着我的嘛，支持着我的嘛。那过后我就在问，那你可以告诉我孩子有哪几个强项，他有什么好？我跟你说，我遇过几位妈妈。一个特别深印象，他说我孩子没有什么好，一个都没有。很常见，这个很常见。我小时候我爸妈好像也是这样讲，一个都没有。哇，那当然我不会盘骂他或批判他，我就是说，那请问孩子有眼睛吗？他眼睛看到吗？他说看到。好，那孩子有眼睛，他看到，他需要你扶着他吗？他需要你喂他吃东西吗？不用，因为他有手，非常的棒。他有脚吗？有。那我把孩子的身躯的那些部位都拿出来说，其实孩子都好富足。我真的有学到，我觉得你这方法很好啊，就感觉好像很搞笑，就他有没有眼睛有没有？但其实你已经把他引导到梯子的第1级了。对。他要沿着这个梯子往上爬，他会自己去想。我孩子长得还蛮帅的，对啊，他这个人缘很好，他虽然学习不好，但打游戏很棒。对，所以我觉得把他们拉回来去看一些我们可能 take for granted 的东西，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有效。对，当他们开始去感恩孩子其实不是健全的好比可能因为他一直去做对比嘛，为什么他会自责？因为他一直去做对比，我孩子不比别人的数学好，我孩子不比别人更可爱，我孩子不比别人更会关怀别人，他就一直去对比这些。那好吧，你那么喜欢比较，对不对？好，我就比较，你孩子有眼睛，你孩子有脚，你孩子有手，你喜欢对比吗？我就跟你对比来他就看到其实也是对，他就感觉到有一股那种感恩的能量，其实也还不错啦。我孩子健全，我不需要花很大笔的医药费，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们转变思维的。可能已经忘记了，你帮他看到又找寻回来嘛。对。我想再问一个 tough 一些的，好，如果还有也是一个女性哈，那她来问你说，我的前男友要让我跟他一起创业，要建立一个事业嘛，你会给到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OK， 首先我会问他3道问题先。我会问他3道问题，我会问他第一道问题。难不倒你都有考虑过。第一个是什么 ？OK， 第一个问题我会问他说，这个是他约你吧，给你一个可能不同的路嘛，那你对这条路的感觉是什么？那他说我其实挺 OK 的，2个人一起做好比分开做有同样一个话题，但我最担心的是什么什么。那从这一道问题我就知道他所焦虑或担心的事物是什么了。那我就从这个他担心焦虑的就演变成第2个问题了。我就会问他，那第2个问题就是你所讲的 XXX 最坏的一个可能性会是什么？比如他说可能会搞砸我们的家，可能我们会离婚下场之类的，那我就问他，你可以接受吗 ？OK， 你可以接受吗？如果他的答案是可以的话，我就会说，既然最坏的打算你都可以接受了，那其他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那就可以比较敞开心的去接受每一个挑战，或者是每一个milestone 的里程牌了。OK， 那如果他说不可以我觉得我接受不到OK， 好，那如果是你接受不到的话，那就来第3道问题了。OK， 那如果你接受不到这一块呢？请问你接受不到的原因是什么？请告诉我你的情绪，你现在想到这个画面的情绪是什么？就引导了，他就会去想，他也许会讲这个可能是面子的问题。OK， 可能他就觉得要交代他爸爸妈妈这样子好像很难，可能是他担心孩子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原来你想完美，你本身有一个完美的内在小孩，你就抓到了这个。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切入点是要让他也让我有机会看到他内心纠结点是什么，是他恐惧的是什么点。那如果一个人他看到恐惧点，他也愿意的去正视它，那我觉得也不是问题了。所以就是这样子。
对啊，而且作为一个女性，就刚刚你讲的，她更加会在意到关系、父母的看法，是另外一半，她有可能会迁就她去做这些选择嘛。对，哇，你帮她把这样一个问题都想清楚，最可能发生负面的情况都帮她有考虑到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想得到。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嘛，他们都会在理性层面去做决定，但往往搞垮一个人是情绪点。对，而我们如果可以一开始就把情绪点这一个拿出来讲，去正视它，我觉得之后的不是一个问题了。你把这么多方法都讲出来，你们公司不会就赚不到钱了？哦，我没问题，我觉得就分享嘛，就分享。你问到我一定要分享。好，行啊，我觉得非常开心，从你分享个人的从小的经验黑白的球，一个八卦图，再到多姿多彩的创业阶段，还有我们得谈了一些社会和给其他的一些女性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一天我也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也感到很开心。你讲的多姿多彩，不单单是你公司的，其实我觉得你也走到一个人的内心之中，看到他的方方面面的身份定位、各种情绪和对理性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有好多的剧本。我从小到大有好多的情绪剧本，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就变得我更能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剧本。这个剧本我好像也想象过，因为之前我有说以前我是属于比较内耗的人嘛，所以有好多的情绪剧本我都想象过，就好像我们看 Inside Out 2这样子，好多这个有可能性啦。我跟你讲，我也是一个状况，我可以1000多个可能性出来的，都想过了。对，就这些1000多个可能性就影响我的情绪，好累啊，好辛苦啊。对，但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让我有机会走到这一条路吧。所以反过来疗愈了内在小孩这一块，也当然不断的去疗愈，真的是有原因。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家庭？其实我觉得我爸妈他们也真的不是不好。他们只是历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就可能公婆也是用这种方式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传下来，他们已经是在他们当时用他们最好的一个 intention，他们最好的一个爱意来对待我们了。对，所以如果是也许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新时代的 parents 知道 why not。对，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是爱孩子的，无论是对有些家长他们会问我爱的教育很失败，我在讲座我也是讲爱的教育是很失败的，为什么那么失败？我说你看打骂教育它也是叫爱的教育，为什么你打骂？它也是以爱之名。对，溺爱，为什么你会去从容孩子？因为你爱孩子，所以其实爱的教育真的没有对错，它只是方式而已。对，所以我了解了这一块过后，其实真的我也还是挺爱我爸妈的。我觉得你已经把过往理解和消化得很好，它不太会在那种无意识的层面来干扰你。而且你们俩创建的事业其实我认识很多在大马创业的人，但大部分都是很小的一个 business 就好，他们也非常值得尊敬，我非常关注他们。但像你这样还可以以你们的专长、你们的热情去帮助到更多的家长，更多的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和家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也祝福你们越办越好。谢谢你，也聊得挺开心的。我今天都按捺着不去问你问题了，有机会到我问你问题了。对，这非常的谢谢你哦，谢谢你。我觉得从今天的访谈也让我去理清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真的是挺感恩的。谢谢你，谢谢。说不说很丝滑？很丝滑。没有问题上。里面，你感觉你们夫妻两个最对应的一个里面的这些特工队里面，他是不是 Joy？其实他又不是那个傻大姐的 Joy， 你懂吗？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一个特工队可以 represent 他就是那个。如果我相信 Inside Out 来到一个40-50岁的智慧年长人，可能他就是那一个了。只是他现在 Redly 是在青少年嘛，所以那个智慧大师还没来。因为我本身以前有试过 panic attack 的，我是严重到是有 panic attack 的那一种。差点给晕掉的那一种，是非常的严重的。对，所以可以想象哇，
那一种焦虑是顶峰了，我真的是很严重的那一个，是。因为你们俩经历很像，我觉得我们俩个性又很像，就是上帝都是配好的，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说，自由恋爱不存在的，因为你基本上找到的一定是你的希望的另外一面。是。咬合在一起。刚还想问你老公有没有读过那 coach 的课程？他就是 coach 啊，给你那种 empowerment。是，对。我没有读过。你去考一个这个，太厉害了！我是读电子，我也是读电子的，还文艺。怎么了你们两个？难怪他一看到你的视频，他就对你特别有感觉。我们来电了。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刚说用了2个词，一个是说先生是对立，然后你是独立，独立是有背后是有焦虑，是有掩饰，有一点像那种fake it until make it， 急于证明自己嘛。先生这个对立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具体表现？你感觉？我觉得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对立感觉，他让我一直要去证明他讲的东西。对，但是老公也是这样子。对，但是往往他是对的。就 oh shit， 走那一种走好多冤枉路，因为我要证明他是错的嘛，我就一直去证明，就走了好多冤枉路。到最后来到了一个点，你以前讲，那就是你回来了，我就好吧，我接受，我接纳，是的，你对，你是大智慧咯。你可以看过去那个水晶球。我们可能用了雷同的剧本。都会回来的。对，所以我觉得跟他的那个关系真的是我本身了，他没感觉，我本身是爱恨关系。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是我往往就要去证明他是错的那种感觉。真棒！你们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业。谢谢。我觉得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应该很少。就比方说做企业的什么战略咨询会有，就同样在 service 或者 consulting 这一个行啊，做像我们 HR 的也会有，但专注于这一块，我觉得我是感到很少的。在中国，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会出来讲，但总体来讲也是很少的。是的，我觉得因为是近这几年，尤其是 MCO 过后，我本身是因为 MCO 期间，很多父母都很迷茫，好像我说的，我特别能感受他们的情绪和情感，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决定要做这个，就扩大来做 Parents First 的这一块。对，其实我也没有说要去做这一个，之前就好像我说的嘛，都是闲聊啊，家长有什么问题来找我。那我发现没有一个体系，没有一个系统，他今天来找我，等一下遇到问题，他又无去无从了，你懂吗？所以我不如我就教他们工具，教他们方式，好让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的，你们用这些工具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把我会的我都教给你了哈，我要你们是独立，我要你们自主，我要你们可以去 handle 你自己，哪怕有一天我死了，你都可以 handle， 对，所以就会我教你们呗。有一些家长他们看到封面就特别的恐怖，怎么好像horror movie horror book 这样子，你懂吗？我特地的就特地有这样子的一个 cover page 可以吸引他们。对，经历过的人都懂，父母就是以爱之名囚禁的孩子，然后孩子可能就变成了他们想要那样，但是他们想象力是有限的，他们所处的时代让他们给父母给孩子选择路径。你要是跟着你爸妈的要求，你就不是。对，真的。